大家好，这里是小树。I can feel the 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 Got wi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reason. If they wanna go eat, then you know I'm gon' feed them. If you're coming for me, hope you're ready for a demon. I got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 I'm seeing. Take me for granted and you know I'm leaving. I'ma take what's mine with the webs I'm weaving. I could take this crowd from seeing to believing. Got a taste for blood and my tongue keeps bleeding from the words I 赛车型 RC401、RC250，当时是那款401的时候，发动机感觉，是一个比较偏高转的一个机器。我不知道放在它的巡航车上面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受。我今天早上骑这辆车之前，我感觉，单从外观来说的话，骑行感觉应该跟别的巡航车差不多，因为我才试过那个 CLC450嘛。结果我骑上这款车以后，发现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它的脚踏位置，包括它手把的这个设定，它也有别于其他的巡航太子。在我感觉的话，这款车的这个骑行三角可能有一点点偏向于那种比较 old school 那种车，就比较像早期的一些摩托车，应该叫什么跨骑吗？还是叫也是巡航太子吧？反正它的这个脚踏跟手把是什么样的感觉？我骑上来给你们看一下。座高是735，车重是185，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个巡航太子车的这么一个重量。座高735，它实际给到的体感，也就在700或者是690这样，不是很高。OK， 巡航车的这个开关都是在侧边啊，我们打开。还是赛科龙的这个开机画面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这个配色基本上跟那个之前试到的 RC401是一个感觉的。OK， 首先它这个手把有没有感觉到它是向内收的这么一个角度？之前试到的巡航可能是很多是这样的一个角度，甚至更高一点。这个没有，它是一个偏低向内收。然后它的脚踏位置也是，你看，大概是在街车的话可能在中间，它比街车要稍微靠前一点，但它也没有巡航车那么靠前。好吧，所以这个骑行姿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骑行三角，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类型的车。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款 RS401的声浪吧。它低频的这个声音还是挺浑厚的，挺好听的。感受一下震动感。原地怠速的时候，手把是能感觉到震动感的。它的后视镜看过去的话还好。过了6000转，开始脚踏有一点轻微的那种绵密的震动感，然后手把的震动感是，就是开火以后就会有一点。它这个排气的声音真的还比较符合我一开始对那个巡航车的那种感觉，比较浑厚。OK， 先松离合不给油，我们来感受一下啊。怠速10，一档。OK， 给油走。上来我就想先说一下这个骑行姿势啊，这个脚踏的位置我的确不是特别习惯，它没有非常靠前，也不靠后。这个骑姿的话，的确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类车型啊。运行起来的话，我个人感觉这个车在前面5000转之前，它这个车身给到的震动感还是稍微有点强的不管是在什么档位。我记得现在3档的话，它还是有一些轻微的震动感，但是我一旦把这个转速破了5000以后，这个发动机反而会抵消一些震动感，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可能跟 RC401的那个调教，差别没有太大啊。我一上手这款车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好像是我原来看那些早一批的150那些车的这么一个骑行姿势，包括感觉，骑上来以后也的确是跟现在的大部分车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那样子的，挺 old school 的这么一个设定。那是不是其实赛科龙的这个用户群体现在还比较
分布在这个80后这个阶段，因为感觉不太像一个00后会去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啊。这种复古的车型我接触的比较少，我也就不多做评价了。可能有人就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车，我个人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太经典了，像这样的车。还是这个车的动力是很足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车身控制性啊，在过弯的时候这个灵活度真的不差。OK， 那兄弟们，你们觉得这款车的操控感觉如何呢？我一开始觉得可能一般般吧，但我实际驾驶起来觉得这个，在你给这个弯度倾角的时候，它很灵活啊，它真的非常灵活。它的这个轻巧程度让我有点意外的。OK， 主观视角看过去，大家觉得这个车的颜值如何？看这个手把，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么一个圆屏的设计，然后包括前面一个圆的大灯，旁边2个转向灯。这个油箱的设计有一点，方方正正的感觉吧，也挺大的，放在面前。它这个脚踏的位置，其实在我这个身高来讲，本人身高1.77米嘛，我的身高来骑的话，我希望它的脚踏能稍微再远一点，放在这个地方有点太近了，不是特别的舒服。RS401也给到大家这个滑动离合，它这个离合的手指力度的话，我个人感觉像我的话，1个手指就够了。不过它的档杆也很轻，换挡来说是很轻松的。然后昨天才试的那个 CLC450的时候，我个人感觉那个避震也是比较偏硬的啊，这个也有点啊，它这个道路回馈的感觉也是很明显的。来试一下它的后刹。它的这个后刹的 ABS 介入时间就相对来说早一点，你踩下去这么多的时候，它的 ABS 就开始介入了，好吧？这个跟我之前试到大部分国产车给到的 ABS 效果是差不多的。像我个人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于稍微滞后一点的那个 ABS 啊，就是脚感不一样，因为稍微滞后一点的话，给到的那个信心感觉会足一点啊，因为不至于踩一点，然后后面 ABS 就开始防抱死了。它这款车的声浪还是蛮好听的，挺喜欢的，很浑厚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个比较浑厚的声音的。我感觉巡航车，像现在有一些巡航都开始做4缸了嘛，它那个骑起来，你从远处听那个声浪啊，你可能不太容易分辨那是一个那个巡航车或者还是仿赛了，就这种感觉。哇，声音非常的浑厚。对，这款发动机还是的，你把转速调高一点去骑，反而舒适一点。这款车的这个操控是很灵巧的。有没有比较了解这种类型的这个骑姿的？这种算不算叫跨骑啊？因为像新一代20年、21年之后我试到的，比如说闪300啊，金吉拉，包括像 CLC450啊，还有哈雷的一些巡航车，它都不是这样的设定，对吧？那这个设定在我看来就比较新颖，这个算不算跨骑？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在评论区。我现在2档7000转往后。这个车给到的感觉反而很好，这个前刹的力度，前刹的力度感非常足。它低档位的时候，它在转速低的时候去骑它的话，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车身的震动感会回馈的比较明显。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舒服，特别是手把位置，绵密的震动。过5000转，震动开始消失。大概感觉就是，对，5000转是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分界点啊。5000转以内手把震，但脚踏不震。
发动机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震动感。过了5000转之后，手把的震动抵消掉，发动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震动感，只是声音变得大了一些。赛克龙 RS401 给到我的感觉很明显的，它就是有别于其他车企，有点像那个包括 TR300那种感觉，它有它自己的风格在里面。虽然大家都是巡航太子，但是感觉不一样，而且很明显的上来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这个类型的车，比较小众吧，应该是它一定有它适合的人群。我觉得买这个车的车主应该都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车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个人感觉它的这个避震调教的话，配上这个发动机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它这个车跑快一点，会相对来讲整体的驾驶感受会好一点。可是跑快一点的话，你的避震支撑性就需要很强，比较软的这个避震支撑的话就不好了。我来看走一下那个相对烂一点的路，感受一下啊。OK， 它在过一些特别烂的路的时候，它的那个避震其实还好，就是有一些小颠簸的状态的时候，尤为明显的传导到你的身体。看一下，过一下这个减速带，对吧？你要说它这个滤震效果，不好呢，但是过这种大的地方呢，我屁股给到的回馈也还行。它就是那种路面一旦有点不平的状态，比如说像我现在跟你讲话，你听也是那个震动感很强的啊。过了5000转以后，在相同的这个路段的话，你看反而会好一些，好吧？所以说这个车可能比较适合把转速拉高来骑。RS401 比较特别的一款巡航太子车。跟目前在售的很多车型不太一样，还有它自己的风格在里面。如果你感兴趣啊，喜欢这个外观，包括对这个骑行姿势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试驾一下，好吧 ？OK， 兄弟们，那 RS401 就到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